这期视频聊聊 vivo Vision 啊，这一次呢，我体验了大半个小时的时间。外观啊，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到了，那和 Vision Pro 外观很像是吧？而它的整个重量呢是398克，单目呢是3840×3552，4K 的分辨率，双目8K。正面呢有8个摄像头，那整个的运行处理区域啊都是在眼镜的上面啊，顶部是这个散热孔，右边呢还有对应的一个旋钮，可以在佩戴后使用它，可以按下和旋转。同时呢，像我这样的近视啊，也可以有对应的这个镜片安装使用，安装好后啊，来佩戴眼罩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体验了。好了，我这个准备开始体验了。那使用前呢，会有3到5秒钟的这个面罩识别，然后呢，就可以佩戴了。那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，会通过互动的方式进行一个学习的过程，使用手指呢来捏的这种使用。那同时呢，通过识别眼球的这个位置来进行控制画面内的对应的这个菜单。那大概呢学习1分钟的这个体验后呢，就可以进行正常的使用了。首先呢，我体验的是这个一张全景的照片，而且他们告知我啊，这个手机的全景照片啊也是可以放在 vivo Vision 来观看的。那这个是用手机就可以拍摄？是。哦 vivo 的差200 Ultra， 差100 Ultra。这个是200 Ultra 拍的吗？这个是就是我们现有的一些素材。而在我想关闭的时候呢，通过眼球追踪位置来调整这个对应的光标啊。不过我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，确实啊，有点不太适应。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和我一样。那么本来呢是使用眼球来控制的，结果呢这个整个头呢，都会跟着这个调整位置来进行这个晃动啊。而体验空间视频的时候呢，是我首次感受到 vivo Vision 那种很立体啊，那种很沉浸的那种动态影像了啊。而且啊，它是用 vivo X200 Ultra 拍摄的，尤其是第一个镜头扔纸飞机的时候呢，我第一个感受呢就是想躲开。掀起的水花呢，你会感觉啊，就要到你的这个面前了。所以啊，这些画面啊，整个的观感就非常的真实。我甚至啊在现场观看了2遍，我能自己再体验一下吗？而空间照片呢，我看到的内容也是立体的，就是照片的这种内容的层次感非常的好。而在观看的时候呢，我会把这个手啊插入到我观看这个画面，它会将我的这个手呢抠出来，而且啊它只能抠手，而且是那种实时抠手啊，这就不会让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进入到你这个观看的画面里面了。而它呢也是支持了将这个多个应用呢放置在这个一个界面里边啊，比如说这边啊都可以放多个应用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通过手的捏来拖拽底下这个横条来放置这个合适的位置，按上顶部的按钮就可以出现这个应用库了，可以选择其他的应用，那从而呢会使用这种多窗口的模式。那同时呢 vivo Vision 通过顺时针的这种旋转啊，它支持一个沉浸观看环境的一个内容，也就是说啊，你可以在头显里边很沉浸的体验，这样就不会受到这个外面画面的这些内容的这种干扰啊。同时呢 vivo 提供了一个环境，也就是360度的一个照片啊。当我选到这个沙漠环境的时候，仰望天空啊，它竟然还有星星。除了应用啊，那目前呢 vivo Vision 也是支持了一些这样这个游戏的这个体验。那我当时呢体验的是一个类似于这种节奏打式的这种游戏，那可以通过触摸的方式呢来进行这个选择啊，就是这个触摸前面来进行选择。而且游戏呢也是支持用手来触控对应的这种位置啊，真的就很有真实感。那旁边讲解的老师呢，甚至啊告诉我啊，如果说我不嫌弃拍桌子手疼的话呢，可以拍桌子啊，这增强这种真实的这种体验感啊。那当时我体验的时候呢，因为有点晚了，所以说没有体验更多的这种游戏部分。最后呢，聊聊我的感受啊。首先呢，目前来看，在交互体验上面呢 vivo Vision 啊，相比苹果它还有很多提升的这种升级的空间。因为目前啊 vivo 只有这种捏的这种交互，但是啊，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。而且呢，在当下来看呢，在国内的这种头显产品，这种能拿出来让很多人去体验的这种产品来看呢，已经是一个完成度非常高的了。那这方面呢，是值得肯定的。那其次呢，我觉得显示屏的清晰度非常的好，尤其是这个观看空间照片还是视频啊，你能明显感受到它的清晰度很高。你们关注的延迟部分体验做的也非常低，应该说做到了非常优秀的成绩了。那最后呢，就是它在这种显示现实内容的部分呢，我总体的感受呢就是清晰度亮度不是特别理想啊，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对应的一种升级来解决这些问题。那最后来说一说这个产品的配置啊，目前呢是搭载的是骁龙 XR 处理器，内置的是5560毫安时的电池啊，512G 的内存，可以连续工作呢2小时40分钟。以上呢就是关于 vivo Vision 探索版的一个现场的体验分享部分了，感谢你们的观看，我是大龙，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